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，弹幕里扣个1；不害怕的，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，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打雷了，风雷霹雳连黑枝，人言其下藏妖痴。如果说你遇到了不可思议且难以解释的怪事儿，你会告诉鬼叔吗？人言痴。我曾经听我的爷爷说过人言痴这种东西，据说他们会伪装成人们身边之人的模样，试图接近人类，目的呢似乎不是杀害，而是取而代之。他们的外貌与人无异，但举止行为却和常人相差甚远。如果他们发现了被接近之人，就会展露原貌，但反之则相安无事。这与近年来的伟人的描述极为相近，而我也曾经恰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，因而我才会对伟人如此的好奇。接下来是我小时候的奇异经历。小时候家在农村，虽说是农村，但是我的舅爹家却是2层的楼房。那是我在舅爹家里的一次经历。小时候我怕黑，他家呢在拐角处，我尤其怕路过中途那几栋黑乎乎的房屋，所以每次我在玩疯了的时候，都会叫我妈来接我。她呢每次都会从前屋出来冲我招手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呼唤着妈妈，前屋的灯是亮着的，暖黄色的光从门前照射了出来。可是过了1分多钟，才出现了妈妈的人影，但她不是从屋里出来的，而是从拐角出来。当时我就有点疑惑了，妈妈她怎么会从那儿出来呢？妈妈没有挥手，而是就在那里看着我。屋内的光照在了她的脸上，可奇怪的是，我居然看不清楚她的脸，但我却能感到那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。于是我们就在那儿对视着，我感到说不出来的诡异，刚想出声，却发现说不出来话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内心充满了恐惧。这时候妈妈的声音却从屋内传来，我就感到了一阵恍惚，那拐角处的人影竟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从屋里走出来的妈妈，她在那儿招着手，呼唤着我回家。说真的，这段经历实在难忘，但由于时间太久，早就埋藏在了我的心里。但最近看到了伟人，却又让我回想了起来。我肯定那晚我看到的绝不是我妈，也不是幻觉，可那又是什么呢？人言痴，伟人，还是说只是一个孩子因为对黑暗的畏惧而幻想出来的事物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好奇。如果真的存在这些事物，那我再次遇见，是否可以通过它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呢？这些都市传说的诞生，真的只是凭空捏造吗？这些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你经常做梦吗？想象一下，人类的意识只是其高维空间本体在我们宇宙中的投影。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梦境中的我们只是现实世界大脑为我们构建出的虚幻世界。当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自然轻易的就能察觉到自己曾经是在梦里。换句话说，人类死亡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醒来，是不是细思极恐呢？殡仪馆。鬼说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。这件事情发生在2018年，大概是10月份吧。我婶婶肺癌去世了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殡仪馆。那天是阴天，我们的车跟着拉着我婶婶遗体的车去到了殡仪馆。殡仪馆右侧
是一排2层的小楼，1楼是停放死者的遗体，举行葬礼仪式，接待悼念死者家属、亲朋好友的。2楼是休息室，右边是一个大厅，大厅右侧是死者遗体焚化通道。我和我弟弟、堂弟就跪在了焚化通道前面的那条路上，烧着黄纸和婶婶生前的遗物。被烧成的灰确实会像影视和小说里面讲的那样，会像龙卷风那样把黄纸灰卷到天上去。我大姑嘴里呢也一直念叨着拿走吧，拿走吧。烧完以后，我们一群人呢都去了旁边的公共卫生间去上厕所。这个厕所非常的普通，就是那种隔板的卫生间，但明明是很多人进去，却听不到其他人发出的丁点动静，而且感觉身边有什么东西。上个厕所我还会左右张望，当时只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赶紧跑出去。出来以后啊，和我表姐、弟弟、堂弟说了一下，他们却说都有这种感觉。后面我们也就再也不敢去那里上厕所了，毕竟大白天的都感觉这么诡异，晚上了谁还敢来？因为第2天才举行葬礼仪式，我也只是给婶婶磕了几个头以后就回去了，留下了我爸和一群亲戚在1楼的灵堂里打牌守夜。刚回到家没一会儿，我就接到了我叔的电话，他说我堂弟明天得端着婶婶的遗像，让我去念答谢词，看我有没有这个胆量。我呢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第2天，我和我弟早早的就来到了殡仪馆，帮忙接待完前来悼念的亲戚朋友以后，我叔啊就拿着写好的答谢词让我熟悉一下，等会儿照着念。1楼有4桌麻将，人很多，我就去了2楼的休息室，爬完2段楼梯，又经过一条走廊才能到休息室。我找了个位置坐好，点了一支烟，边抽烟边念着答谢词，念了大概5、6遍，觉得念得很流畅了，就把答谢词放在了桌上，准备下去。当我刚走到楼梯转身下去的时候，回头看到一个中年的男人，剃着平头，个子不高，不到1.7米，黑衣黑裤，朝着休息室走了进去，直到完全走进去才消失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这并不像是电影里那样飘着的，而是走的。消失呢，也是那种慢慢的雾化，也不是凭空就没了的。我心里一瞬间明白了过来，这不是人，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，休息室里就我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但不管是人是鬼，我的答谢词还在里头，所以我只好转身回到休息室去拿。看到答谢词放在了桌上才放心，但好奇心驱使，我又打开了房间里面的全部柜子，把床单拉开，看了看床底下，没看到什么，这才拿着答谢词下了楼去。后面我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的几个姑姑，他们都说我胆子挺大的，自己要是看到这东西跑都来不及，还回去拿。我大姑认识一些通灵懂命理的朋友，就帮我问了一下，后来她告诉我没事的，因为那东西怕你，你在里面他都不敢进去，你走了他才敢进去的。直到今年4月份，我二叔公去世了，我第2次去到了殡仪馆，去那个公厕，发现里面变了，里面的隔板全都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改成了20年前的那种便池，中间没有隔挡，蹲便池的人也只有半人高的瓷砖墙来隔开，最后面有一个水箱，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冲水的那种，也就是说你进去以后能看得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人。当年我去厕所有那种头皮发麻、惶恐不安的感觉，可能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吧，也可能很多人或者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经历，或者更加离奇才出此下策的吧。说实话，
我是看到过死者从焚化炉焚烧后的过程的，它并不像电影里的那样被烧成如同面粉那么细的骨灰的，而是烧成了一具白骨，再由工作人员用铁片压碎了放骨灰盒里的。顺序呢是从脚到头。再就是关于一个人的运势，在走好运和走霉运之前是有预兆的。我叔呢，他是村里唯一一个从泥瓦匠慢慢做到了包工头，再到房地产开发的。像他这样的人很少，但这也和我婶婶有关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，我叔呢一直顺风顺水，做什么成什么。在90几年的时候，他的手里头就已经有了10几万，也就是当年的万元户。别人骑自行车，他骑电动车；别人骑电动车，他就买了好多万的轿车。当别人都买了轿车，他就换成了路虎揽胜。可以说，一直走在别人的前面。都说老婆是财，这也是八字命理里面的说法，叫我克者为财。我婶婶虽然不懂建筑，但在叔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叔呢是个粗人，虽然有些钱，但毕竟没读过什么书，经常会得罪人。但每当他得罪人的时候，我婶婶就会主动的给别人台阶下，所以我婶婶的名声很好，也很受人尊重。在我婶婶去世以前，我叔觉得做了几十年的建筑也厌倦了，想投资一下其他的行业。结果呢，投资什么亏什么，亏了几百万，并不像以前那样投资什么都赚得到钱。再到后来，婶婶在家晾衣服突然晕倒，送到医院检查出了肺癌，光是花在治病上面的钱就有80多万了。反正那2年呢，他是好事没有，坏事不断。家族里面包括他自己也是一直相信的，我婶婶是旺夫的。所以在婶婶去世以后啊，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非常痛苦。通过这件事儿，我发现但凡一个人的运势顺畅的时候，做什么都能成功，哪怕做坏事也没事的。但这笔账会记着，等到你走霉运的时候，连本带利的还回去。在我30岁之前也不信这些的，尽管我爷爷对八字命理颇有研究，耳濡目染的我也懂一些八字命理这方面的知识。但过了30岁，经历的多了，太多的巧合拼凑在一起，见识太多，让人不得不信。所以在这里我也告诫各位朋友们，人可以不去做好事，但千万不能做害人之事，因为善恶终有报，这笔账迟早都是所欠之人要还的。阴阳消长，否太忧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